才知道。大家都会觉得娱乐圈会比较黑暗，或者说娱乐圈会比较复杂，那是不是适合年轻人或者说大学生毕业进入了这个行业选择？大学生也分很多种，有的人没读完大学已经很聪明，知道该怎么选择，有的读完博士都很笨，都有的。读完大学笨得要命也有，问题是你是真的能学到什么东西，在学校里面你的老师是不是真的能教到你一些有用的东西。所以入行之后永远都会感觉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那就越来越不开心，就只在心里头，最后就抑郁了。可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会开解自己的，会找一个方法来舒缓自己的那种压力，这也是一种情商，不然你肯定抑郁的。你在这行能够让你红到天上，那个镁光灯照着你，然后全世界的视线都在你身上，砰一下子灯没了，你就在黑暗里面自己摸爬滚。如果你情商不高的话，你有什么可能不抑郁？我见过太多抑郁的人。那是不是如果说没有一点家底，或者说没有一点资源或资本，那是不太适合进入娱乐圈？也未必，好多是很穷进来的。谭咏麟家也不是很有钱，他也没怎么念大学啊，那就摸爬滚打红了，那就到今天70几岁还能一直唱。那你说他有什么家底帮他吗？没有。所以还是得看命。看命跟你的性格能不能平衡到那些中间的起起落落，或者是有问题，总有的。任何人都有起起落落，有的人的起落比较小，就是这样，有人是这样的嘛，大起大落的嘛。那大起大落的人生是不是更有深刻的那种反弹点？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不会让人家看到我有什么起落的。但是你看过别人的起起落落？是。就比如说你刚说的那些人也有很低谷的时刻，那面对这些低谷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根本低谷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直到你看到一点光，你才开始重新做。因为你既然你是在逆境，你做什么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先不做，先休息，或者是充实自己，多看点书，多看点电影，多请教一些前辈，做这些补养的功夫。等到有一天那光好像亮起来了，你就可以做了。我的方法就是这样，因为你既然你在一个低谷，你还在拼命跳啊爬啊，经常会错的机会比平常更大，那何必要中动呢？那个时候的情绪都不稳定了，就要把自己情绪保持在一个淡然的地步，那就是不想它就完了嘛，我找些别的事情做嘛。风骚是个好词儿啊，我们当一个好词儿去理解。比如有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跑着突然就红了。这一红呢，事儿就来了啊。先是跟这个被美男英俊的美男娶了做媳妇儿，婚礼非常的奢华啊。于是呢，你这事儿好事不能都让一个人担着，于是嫉妒声就起来了，起来说什么呢？最容易攻击的就是说她长得不漂亮。人说那不是长得不漂亮，说长得漂亮归漂亮，但不是天生的，是整容整出来的。于是这女演员就非常愤怒就说我没有整我没有咱不信呢，咱问大夫。她还真就去了医院找了这大夫。我那天正好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就看见这一段，他居然让这大夫捏吧捏吧他捏吧这儿，捏吧那儿捏了半天，大夫说还真没有这事儿真没有。没有什么呢？没有整容。还有一位大明星也是演戏演了很多年现在出场费非常贵，所以钱很多，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人。你知道这演员一般结婚都晚，女演员为什么晚呢？就是挑来挑去感情生活历程都不一样所以呢，当他最后能找到一有钱人嫁了的时候，他很希望过一种太平的日子。可是呢，你这太平日子怎么过呢？跟富翁绑在一起有时候这钱来的就更容易干什么呢？炒股票比如这股票
大股的一手啊，一手以后呢，突然啊，这股票就因为一个什么什么合并的消息就暴涨，人家就说他啊，你有内部交易啊。大众是这个心态，看得了你演电视电影啊，但看不了你这么容易的赚钱，所以就说呢，他一定是有内部交易，所以他只好自个儿站出来说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内部交易，我就是碰巧碰上了啊。那么这事儿呢就有点怪了啊，只能这么解释，就叫无巧不成书啊。这事儿我真的事先不知道。那么还有一个剧组啊，过去是在小剧院演，苦哈哈的演戏。小剧场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摸索跟观众之间的关系啊。你上台，你觉得你讲话啊，你演戏什么东西有兴趣，底下直接就反应，你就可以去调整。比如你觉得啊，这个桥段非常有意思，你上去演，底下都没有反应，你就觉得这个就失败了。所以剧场是一个很锻炼人的地方啊。结果呢，把这些经验积累起来啊，小成本弄一电影，哎，这电影弄得好，典型的逆袭成功。一开始在票房排片率很低，结果口碑很好，票房大卖啊，没多久迅速就突破10亿。今天我们只要一突破10亿，就欢呼雀跃。这时候就有人添堵，说你这电影好归好，但是抄来的，抄一外国片儿。剧组的人这高兴还没高兴完呢，就被堵了一下，所以立马就站出来说呢，说什么呢？说我没有抄袭，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我告诉你，我这事儿跟你没完，我跟你死磕，你这么污蔑我。所有的创作者最害怕别人说他抄袭。所以从剧组的角度上来说呢，他觉得他自个儿特冤枉，我没有啊。这是我们演艺界，我们经济界啊，也有一个大土豪，超大土豪，多年在中国大陆呢，到处不声不哈的赚钱，一个项目圈你几个亿都不叫赚钱，一圈就圈几十个亿乃至几百个亿。那么这些日子啊，就这些年来以后，这钱确实好赚。为什么好赚呢？因为他曾经被市场历练过，大陆这块市场是处女地，所以他来了以后就很容易赚到你的钱。但是风水轮流转呢，中国人别的不会啊，跟人学习抄袭这本事大呀，很快，大陆上也有很多富商崛起，就把这个利润空间都越挤越小。人大佬有本事啊，一看啊这苗头不好，华丽转身，所有的财产彻底售光，脚底下抹油啊。溜了，走了，然后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啊，说别让他跑了，这儿赚了这么多钱啊，撒腿就跑。这抄到这儿的土豪很安静地说，我见惯的事儿多了，我这事儿没有，确实我没有，你们都看错了。那么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生活中呢有很多这个朋友啊，经常说我没有。什么叫我没有呢？比如说月底银行给他寄来的账单啊，一打开看，哇，怎么这么长啊？一看，哎，我没有花这么多钱呢，我确实没花，怎么就没了呢？你看这么多，你说哪个银行的账单能给他瞎寄啊？他确实有，但是他感觉没有，对吧？我们生活中否定的事儿比肯定的事儿多啊。今天呢，对于公众来说呢，公众的感受是，说你有你就得有，没有也有啊。我们的信任在今天的社会中是一点点丢掉的。信任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人啊，一个公司，一个国家，信任是你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它是无形的。那我们的信任怎么一点一点的丢掉呢？首先是食品，因为食品呢，跟我们每个百姓都有关系啊，只要是吃进嘴的东西啊，不管你吃不吃啊，有的人说我不吃牛羊肉，那没关系，你吃鱼吧。你说不吃鱼啊，你不吃鱼，你吃豆腐吧，你吃素的吧，你总得吃东西吧。食品中一旦出了问题，这信任最迅速的就会丢掉啊。我们食品一开始是什么呢？一开始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最初的信任是缺斤短两。你买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农贸市场回来啊，买东西老不够数，或者心里不够数，所以后来农贸市场口上都设一个东西叫公平秤。
你买了5斤鸡蛋，到公斤秤上一腰，你看5斤，哎，行，这小贩儿不错，给的我够数。上去一腰4斤半，拎着就气冲冲的找人家去了。所以过去中的这个农贸市场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类，缺斤短两。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开始啊，高手就出现了。一开始出现的掺假呀，是以次充好。后来的掺假呀，叫以好充好。什么叫以好充好啊？我告诉你啊，瘦肉精，对吧？瘦肉精这东西咱都没见过，咱都不知道啥样，咱可见过瘦肉和肥肉。过去啊，我们穷的时候去买肉啊，老希望多切点肥的，为什么呢？肚里缺油啊，肥肉吃着香。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以后呢，买肉就希望一天一天买点瘦。这猪呢也真给劲儿啊，就长得也一天比一天瘦。过去那瘦猪身上有瘦肉，今天这胖猪身上全是瘦肉，奇了怪了吧？过去那个我们在农村啊说知青那猪养的肥，切开以后全是大白膘子，瘦肉很少一点，肥肉这么多，瘦肉这么点。现在那猪啊，从后臀尖那一刀切下来，皮直接贴在瘦肉上，中间一点脂肪没有，没有白肉。我去菜市场看到这肉吧，我都犯愣。一开始啊，我就不明白，我自我的解释，我认为这是新品种猪，这猪就长这样，不长肥肉。后来呀，才知道这是吃了瘦肉精的肉。那么瘦肉精对人有什么危害呢？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不去说，但是它肯定有危害。我们想了想哈，如果你买来了带有瘦肉精的这个猪肉，你就心里想，过去那注水肉啊，都算是好人了，对不对？无非就让你增加点分量，但这肉啊还是好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就想啊，我养过猪，你们知道吗？我在农村养过猪，一年养了2个猪啊。养完1年的时候，我们去卖猪的时候，有一个猪300多斤，有一个猪270、80斤。我们那时候卖猪跟今天卖猪有一个不同啊，就是他专门要把猪到的当时叫公社，现在就是乡啊，到乡里去卖。他有一个点儿，到那天收猪，你就到那天把猪卖给他。那猪怎么卖呢？活猪上秤腰。我记得啊，他有专人来评价你这猪啊，这个专人就是摸摸这猪啊，看看样子啊，就说你这猪多少钱一斤。便宜的2毛多钱一斤，贵的3毛多钱一斤。你听着便宜吧？我告诉你，那年月猪肉才卖8、9毛钱一斤，活猪腰，你想它肚子里还有屎呢，都按这个重量算。所以呢，我们大清早上起来要把这猪卖到公社去，怎么卖呢？我印象深刻啊，猪临终啊吃一顿好的，我们给它熬的棒子面粥，吃纯粮食。棒子面在那个年月里是1毛1一斤，但你知道1毛1一斤的棒子面熬出的粥至少得熬出3、5斤，所以熬一大锅棒子面粥啊，晾凉了，早上起来喂这猪，这猪吃第一口就香得不行啊，就说这什么好日子到了呢？不知道死期已尽，就拼了命的吃，把那肚子吃得溜圆，然后高兴啊，吃的那猪都哼哼了，吃不动了，猪槽子里还有剩粥呢，不喝了。走，奔公社卖它去，估计这一顿得吃下去几十斤。你算算，一猪一顿能吃下去几十斤，这几十斤全是钱呀！我就高高兴兴赶着这猪啊往公社走，那猪都是赶过去的。结果这猪啊有意思啊，它吃的多呢，它还拉的多啊。这一路上又撒又拉，让你心疼的呀。拉出来的那个，按我们的眼中那全是钱啊。我们那时候掺点假，顶多就这么掺。这点钾呢，到那儿以后也基本上都拉出去了。那我们现在呢，全是科技掺假，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苏丹红，掺在鸭蛋里，鸭蛋黄啊，越来越黄，变成红的啊。另一类掺假是什么呢？更恶心，什么呢？皮鞋掺在酸奶里，是吧？我现在都不怎么吃酸奶，就是一吃酸奶就先想起自个儿这皮鞋来了，所以就不怎么吃酸奶。就是它让那个酸奶变得黏糊一点。那么地沟油啊，台湾叫什么呀？叫馊水油。地沟油这个东西很奇怪，它很大的原因呢，它是你的文化原因。就现在地沟油，它经过反复的这个提炼啊，它今天那个油拿去检验，你都检验不出来有什么指标不一样。但是它是心里过不去。
你比如美军呢研究一种装备，这个装备是什么呢？就是在战争期间，无论多脏的水，经过这个装备都可以喝啊，你撒泡尿撒进去，出来都可以喝。但是我们平常时期谁也不会撒泡尿经过它去喝吧？你心里得也有一个接受过程，这就叫文化。那么我们的食品呢，把我们的信任，把我们每个人的信任一点一点的给挤出去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相信我们自己的包装上写的保质期呢？你相信它的生产期呢？我看过很多商品，那个生产期啊，我吃的时候还没到呢。那就是说，比如我今天啊是12月1号，是吧？我呢一出厂就变成明年1月1号了，涨出1个月去。所以到你手里有时候很多东西还没到它的出厂日期呢。所以你看到一份这个东西，你就永远不相信这上面的生产日期。那么你仔细想啊，我们今天去菜市场买点菜啊，买点农副产品，现在说只要这东西好啊，只要东西没有问题，回来缺斤短两都不再计较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去计较缺斤短两这种小事了，那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各类复杂的骗子太多，我们都不计较那种贪小便宜。过去这也叫骗，可这种骗现在在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我们的信任危机啊，我刚才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丢失的。还有一个信任危机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骗子太多，各类骗子啊。我们每个人的手机，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接到过诈骗短信，是吧？诈骗电话，诈骗电话五花八门啊。过去的诈骗电话啊，都是尽可能的打你手机，现在有很多诈骗电话呢，专门打固话。为什么打固定电话呢？因为固定电话经常是很多老年人在家接，我妈就接过，不止一次。我妈啊，差一丁点上当，要不是银行的人负责，我妈那当就上定了。一旦我妈上了当，那我就得想办法解这个套，我就得装作这案已经破了，钱已经追回来了，对不对？要不然老年人受不了这个，所以骗子十分可恶。那么今天这骗子呢，他不觉得他自个儿可恶，骗子是变得越来越可恶。可恶到什么程度呢？今天啊，有很多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团伙，这帮人呢有一套说辞啊，叫这些老年人呢都叫到比儿女还亲啊。过去都是叔叔大爷啊、大妈大婶的叫，现在直接就喊爹妈啊，让你心里放松警惕。我看到一个院里啊，有一帮老年人去听课，人家来大车接，专门接去听课。去的时候都在那门口喊说：“这个我们都别带钱啊！”互相嘱咐着，别带钱，千万别带钱，防止上当。咱们就去听听课啊。上午就去了，去了以后，中午呢在人家那儿吃顿饭，人家每个人免费招待一个盒饭。下午2点钟，大车回来了，人一下来，各自奔自个儿家，一会儿又集中起来，干嘛呢？取钱。你知道吗？骗子啊，非常的厉害。他有一套完整的心理学教程，他完全按照那个教程去走，让老年人一步一步的跌进他这个坑。比如我那个岳父啊，我那岳父都做股了啊，就是现在说他呢，这个有点不厚道，但是呢，他这个例子很生动，不说不成。他当年啊闲着，被人家骗到一个专门治高血压的地方。高血压没招啊，人家去了。我们有招，我们有什么招呢？我们有一个有神效治高血压的裤衩，穿上血压就下来了。说什么裤衩啊？一看这裤衩啊，说是呢子的，让我看都是毡子的啊，厚扎人，穿上血压就下来。说多少钱呢？这裤衩贵，因为治病啊，这高科技，4000块。4000块一裤衩穿上去能治高血压吗？你们听着这都是一滑稽的事儿吧？哎，人那骗子就能把这事儿说圆了，说就能治。那你买这裤衩你就问说这裤衩能洗吗？说能洗。说这能洗，这一宿也干不了。我要买这治高血压的裤衩，那我是不是得买俩？人骗子拿得住。人骗子说，对不起，
我们卖不了2个，缺货，只能卖您老1个，您穿这1个就管用，但是呢不能脱啊，不能洗。你想想，呢子裤衩你穿身上不能脱，那血压我想只能往上走，它不能往下走，对不对？但老头一想，不行啊，说这不成，你怎么也得卖我俩呀，我得倒着呀，我得倒着呀，我总得洗啊，这一天都干不了，我不能说这薄裤衩我洗了，晚上洗了第2天干了，说这个厚的我得怎么也得干1天2天呢，所以拼了命的得买俩啊！你想1个4000，2个就8000了，8000买俩呢子裤衩。我告诉你，骗子就是有招，你穿上去了，扎的你啊，觉睡不着啊，还醒不来啊，你浑身都难受，你肯定穿不住吧？穿不住你就脱了，你脱了这血压没治下来，那不是我的问题，是你没穿。你如果坚持穿1个月，你那血压绝对就下来了。骗子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把老人给骗了。其实我们想啊，我们作为一个在社会上啊经常游走的人，年轻人的好处是什么呢？信息来得快，信息多啊，信息量获取大。岁数大的人好处是什么呢？经验足，你很多事儿你甭拿这事儿来骗我，我都知道啊。可是呢，很多事儿不是你全知道的。我有一回逛一小店儿，这小店里卖精油，现在不兴精油嘛？我一看各种精油还真行，有一种精油呢叫沉香精油。我一看这沉香精油啊，现在这沉香热呀，我就拿出一小瓶来看，我说能打开吗？他说能打开，您看看吧。有多粗呢？比我手指头细多了，筷子那么粗，这么大一小瓶，大概1000多块钱。我一想还挺贵的，我就拧开一闻了闻，还真是沉香那味儿，挺油的。他说您抹点，我就点了一点，一抹还挺香。你想想，一个沉香手串那么老贵，这点油得多少能榨出来？行，来一瓶，买了一瓶。买了一瓶呢，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我就想啊，这沉香啊，尽管里头有油质物，但你要把它榨出来，这油得多少沉香才能榨出这点油呢？我凭我们的感觉啊，我估计得几十个手串才能榨出这么一点油来。那你想那手串卖多少钱？这沉香油卖多少钱呢？显然不合适。巧了，让我碰见一个香料大王，这人有意思。这人从小就钻研这事儿，搞了一个香料公司呢，上市了，特有钱。他跟我说啊，说你那东西啊，全是我配的。他说所有的味道我全能配出来，只要你给我样本啊，我1周之内保证给你配出来。他说什么这个沉香精油啊，什么香我都能配出来。我说可能吗？他说可能啊，说我这公司都上市了，说各种香精可以食用的，不可以食用的啊，有的是可以吃的啊，按照国家的要求是可以吃的。说大部分这种香喷喷的东西都不是原始的状态，都是他们配的。哦，后来他就给我一个大天珠看，他说您看这天珠怎么样啊？我说天珠还可以。我说多少钱啊？他说我这买贵了。我说多少钱？他说1000多万呢。我说那怎么那么贵啊？他说您觉得值吗？我说贵了，不值。他说我也觉得不值。我说那你为什么买呀？说我当时不懂啊，让人骗了啊。说不是这个自个儿这挣了点钱吗？就挪到这上面去了。你想这个社会啊，他用他的科技产品去赚钱。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其实，能有说实话，章子怡能有几个呀？但是你说问题是，全也是同班同学。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儿，还很多情况下，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他们就不来了。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对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是我有一次去探班，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我就觉得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你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吗？对，小演员。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B、C 三个替什么背后的替身、远景的替身，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啊，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更明显的是化妆间，你看我刚来，那文涛老师就很好说，汪老师你先，我换，那
红的就是它有单独的化妆。对不起，我们就一屋，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对，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好莱坞什么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一辆化妆车里面保姆啊、助理啊什么都有。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哈，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化妆间什么，从那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什么投资？为什么投资呢？除了保护你，让你专心培养情绪，弄得美美的、得体的出场，还有什么呢？更好玩的，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那你好好干，你要听我话啊！我排什么戏，去什么记者会。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回不了头，你不能放开啊，不能放开。这同样在很多行业，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香港有一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哈，那家老板告诉我说，当他在那边看到哪个厨师，或者说哪个服务生啊，是可以栽培的，看起来你礼貌周周，香港话就好醒目啊，很醒目啊，一看眉精眼气的，看到谁招呼哪个客人呢，他做一件什么事啊？他买一双最漂亮、最贵的皮鞋。皮鞋送给那个服务生，给他，来，你穿这个吧，站得舒服什么？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他享受过好的东西，他回不去了，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或者说不敢，那服务不好，不然你把他炒掉了，他没有这种享受了。所以那个经纪人说，我要给他这个虚荣啊，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可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不贪污不虚荣，请你走，你没有上进心，你不会往上爬。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还是太难了。你看啊，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嘛。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那玩意儿，至少你得吃得好，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家境得好。这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这在穷文富武。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啊，就现在很多想当艺术家，或者想当明星，这条路啊。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旧社会啊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三教九流，就在这偏，这都不是正门，偏行叫 low 偏行。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我觉得他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就应该得到升迁，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这个演员这事儿，您付出多大努力？您付出多少才华，甚至老实讲，你像那个，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啊，那天我有一个朋友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儿，他就说问他，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了，现在只有你有1分才华都给卖到10分，吹到10分，对吧？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他说，你说你也有点才能，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这个净尽了。说是你，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你就研究这个明星，你就发现，哎呦太偶然了。要叫我说，就腾他就是这么就红了。你这他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但是演员里边很有意思，有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嘛，监制和导演呢最爱骂的是那个找演员的副导演。以前做的啊，就说你这找的不行，你这什么啊都不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然后呢，有一次呢叫他找演员，说都不行，不好看。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说：“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我说：“那怎么着？您要是加，我把那谁谁谁叫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谁谁谁是谁。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第二天来了，女演员，漂亮多了，就加了1500。哎呦，真的，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这都很明显。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哎，真是太残酷了。哎呦，你知道，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因为那个我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个我是20年前，当时拍一个还什么老豆酒吧，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然后要找一个窦文涛的女朋友，我当时发现副导演说，哎，窦老师，他让我挑，对吧？哎，窦老师你来到一间屋，我看他就一个黑板。
上边全是贴的小照片，哇家伙，得有上百个，下边都是手机号码，哗哗哗哗哗哗。你选谁，马上就叫了。哎，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我有小孩，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就比如说别的行业，就说吃苦，我可以吃苦啊，可以熬夜呀，扛大包，然后就是努力，这些都可以。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屈辱感，对我你被挑剔说，哎，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你膝盖长歪了，多了，就这东西有我有同学屈辱在哪里呢？就像其他工作也会被批评。去试镜就说你腮帮子太大了。人说你呢？不是，我有个同学啊，对，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对不起，这爹妈给的，你要用就用，不用算了。觉得受伤害，就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太多了。还有些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些他在演着，拍你，还差最后一条了，这时候主演来了，主演的合约是到场就拍，他1分钟也不能等，对，他不能等你，于是你差最后一条，你已经拍1天了，你可以收工回去了，你得停。换光换机位拍他，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他就得想我是不是要求他，让我把这一条拍完，就屈辱啊，是吧？对，那他就得去求，人家说可以，你先拍吧。哎呦，这我是谢他还是不谢他？没有，这是从市场营运来说，这是那个叫价能力嘛。是的，是的，当然它是正常的。从市场角度上，这些从行业行规讲都是正常。这是，但是呢，你从人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不舒服的，你们说屈辱的情况，不现在这个演艺圈哈。在其他企业什么都我有一次特别震撼，也是我去一个就是去探班嘛，然后那个导演就骂那个女演员说你长得太脏了，他说脏不是说就是没洗干净的脏，就说她有风尘味。我觉得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18、19岁的小姑娘，我就觉得你做其他的行业，说你活干得不好，说你这个不够麻利什么的，就这些指控，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说你长太脏了。重点在这怎么办？这还是很屈辱的。我举个例子，怎么办？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那然后骂回去，你才脏了，人家转身走了，因为他知道我忍住这个屈辱，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我可能演完这个戏，我光荣，我进军国际影展，剪个彩1000万等等。这是选择付出，因为类似的那个 humiliation 发生在不同领域，比方说你在出版界我也见太多了，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子过来不好，那采访主任说什么？文盲是吧？你文盲啊？你手残的，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什么什么？哎，那个小记者说，那你自己写吧，我不干了，回去。因为很简单。我在这里被你骂，我拿的是月薪12000港币，我出去工作可能可以其他工作找个9000，每个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有弹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回到你刚说什么有没有受害者，有没有迫害者，往往是说你自己选的，其实你不能只怪说，哎，这个很差，他骂我。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这种事情永远有2个错误。第一个，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第二个，你不应该选择接受这种羞辱。你不要选择完之后就说这个人很差，这个那个，你选的嘛，方舟。这也算是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真的。你看我有时候想，你记得陆游啊有一个词啊，就是零落成泥啊，碾作尘的。好多明星的命运，你看，包括民国的时候。零落成泥碾作尘呐，被人踩在脚底下，你有过那样的时候，你才唯有香如故啊。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跟刚红的演员合作。为什么？他反弹得很厉害。他原来被踩成泥过，所以他现在刚红了起来以后，很难伺候。他得狂成什么样？对，他过2年他习惯了就好了，火气就退尽了。对。他就唯有香如故了。谢。我觉得就还是张爱玲说，人长得不好看就要用奇装异服来装点自己啊。对我来说，人长得不好看就要用这个
不得体的衣服来装扮自己。其实我后来看艺考，它恰好不能穿成我这样，艺考是要穿高领的衣服，不能化妆、素颜，不能整容，穿平底鞋，其实是要打扮的特别朴素，像穿成我这样就被淘汰了。你知道最近有一个那个马伊琍啊，这是上过我们节目的，她在上海当这个艺考的考官。哎，我发现马伊琍挺狠的，就是说，哎，小朋友，你这个鼻子整的疼不疼啊？她很严格的，就是马伊琍的这意思就是说，连纹眉的，就是说这个都不应该参加艺考。你呢也要把这个洗干净之后，等把眉毛养好。你觉得他这个算苛求吗？这个是有一个因为我是中戏的，我们当时这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对于特别是演员哈，他对于他的这个后期的修饰是非常忌讳的，因为他认为演员的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是他塑造形象的一部分，就你带一个原装的来给我就好了。你如果自己改装过了，那我就不要。就是这样，是不是导演这样可以去调教的？对，他训练，他甚至以前连他连舞蹈学院附中和戏曲学院附中的他也不要，因为他觉得你被人家练过了，我要一张白纸来练。直到哪一年呢？96年，就章子怡那个班，他们那个班全是舞蹈学院附中的戏曲学院，就是他老是改变思路。从那以后。结果那个班呢出的明星最多，因为他们那些基础好，就是刀马旦啊，什么那个舞蹈的那些基础好，所以这个也是在变化，它根据时代的变化，它也是在调整。而且那个是艺术，我倒是汪老师刚说，让我想起香港电视圈啊，最大电视台说，那个主管说。因为你们是谈艺术嘛，电视是娱乐工业产业的嘛。他说进来的人，不管你在幕前出现什么演什么大男一、男二、男三、女一一定要被我安排去整，一定要整。他讲明了在你签约的时候，或者说签约之后，你假如拒绝整了，对不起，我不签。要么签了，我不会给你安排角色因为很简单嘛，我投资给你嘛。我没有把你当人啊，你是个商品啊！我叫商品，这个地方凸了出来要烧一下，这个地方凹进去，我要把它扩大他说讲明的，不然你不用演了你看王老师，我这么跟你讲，就有的时候我发现你是典型的，就是说是这个传统价值，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变化很大。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现在即便你不做这个整容，对吧？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技术都多得很磨皮比如有些女嘉宾我们叫磨皮滤镜你知道方舟一针一针的不是给你磨，有需要的同志我们都给他磨。你看电视上很多，那就是那这个大家觉得挺接受，都挺好。你甚至于说咱们展望未来你说动手术整的，这叫整的。将来要是生物基因方面这个技术的进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父母亲的长相的时候，那么用在挑选演员这个标准上，你怎么看？这个是从外形上来判断的。外形上判断，其实我们现在后期大量也在做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有些女演员她有个大的眼袋，我们一针一针给她修，确实是，这没人要求我自己也会去做，因为毕竟你给观众还是希望给他们美好的一面，这个修是正常的，但是你说基因技术什么各方面变成，大家可能都会对将来一个科幻片可以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长得都很帅，很漂亮。没有，里面有一个我经常说有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这个什么叫假不假？我觉得无所谓的。等于是说，我们男人穿个西装会有一个体型，你站出来很挺拔。其实你脱了西装，特别中年男人一样有2个大胸脯，一个大肚皮，什么都一样。女生一样嘛。说现实也好，通俗也好，戴胸罩、内衣很贵的内衣，把你身段缩的弄得很挺，高跟鞋对，无所谓可是重点在于说什么？假如说整脸什么那什么叫伦理学呢？就是说你不要承认是整的，不要承认，要给人家觉得看了，你在想我是整，是你的事。
因为你说穿了，人家的幻想、想象的空间就没了，这样就不伦理了，不道德，就等于是男女明星地下情嘛。明明知道你结婚了，还生小孩了，以前刘德华、谭咏麟这等等的，可是你不能承认啊？为什么不能承认？你没有幻想空间啊。就像汪老师说，毕竟是他没有要求，你也会替他一帧一帧的修嘛。对，我们这儿唯一男的修的就是家辉，你要修，我把你彻底拆破了是吧？是吗？那你要替我每一次修，我这次不是去台北吗？我每一次去台北，我都说什么要弄眼袋什么什么，有弄过的都说要休养1个月的。然后我马上说不行啊，下个礼拜要录文涛圆桌派，那又妨碍了我了。对，要不然文涛修的那么好看，把我比下去了。咱们国内相声行，全都割双眼皮儿。你说是相声行业？相声啊，说相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流行都割双眼皮儿，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事儿这够相声的，这个。对。这个我所以你知道，我就发现这个美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自己看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况下，你看整容，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去整容的基本上都是本身长得还可以的，就是本身她就挺漂亮的，然后挺漂亮的女生，或者从小大家都夸是那个美女的。我看很多演员，她为什么后来又变脸了？本身就是大美女再去整，我觉得还是因为精益求精呗。但是比如说像我其实就没有什么整容的这个心思，就是因为我觉得漂亮。我觉得你那脑门真的有点鼓得不太自然，是吧？这李嘉诚同款，真的。就是我在想，其实就是长得漂亮，它本身你可以说是一个恩赐，但其实也是一个诅咒。就是说，你就被迫的加入到一个跑道，你这跑道全是长得漂亮的人。但是就比如说，你说像你要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这个程序员，当一个包括作家也好，你稍微平头整脸一点，大家就说你是美女，你就全靠同行的衬托。但是如果你要当一个职业的美女的话，那你长得比你漂亮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看了一般整容呢，其实都是长得还可以的。所以像家辉老师也是好看过，所以要整。才整对。关键在于过这个字。对，这个所以说90后的女生都很毒了哈。过。那我告诉你，那个这个我觉得最后还是2个字哈，得体。你最好的部分又呈现了。我经常举一个例，我以前不知道的，好多年前林青霞出第1本书的时候啊，就在香港书展那个演讲，我来主持，很荣幸。然后呢，现场还怎么样呢？他了解一下，那个桌子不行，档次低，椅子不行，他自己花了2万块买一个椅子。我说我的天啊！一场演讲2个钟头，你2万块买个椅子，然后再买个桌子、什么灯啊，那个好了。可是后来主持的时候，我就明白，下面3000个观众，还有旁边的厅也有3000个观众，大江南北跑来看他。然后看到他的时候，拿起手机拍，激动的流眼泪什么，我就明白为什么林青霞要这样。人家来看我，我当然要专业给他最好的部分，我不能马虎啊。然后拍照签名排队拍照哪个角度？为什么呢？我不能让人家老远来看我，或者说花时间，然后呢得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你想一下，当他拿到了快乐的感觉回家，他可能记得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一个那么得体的林青霞，那个时候我就明白，那个不叫什么挑剔，什么装什么，这个叫专业。所以有的人呢，真是生来就是要做明星的。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呢是做着明星梦的更多的人。所以你就说我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艺考呢？我还是在这个汪老师的这个朋友圈里。那天啊，你像他这个老江湖哈，他都叹为观止。你看他发几张照片，我们来看看啊，下面这是美术，考美术的。你再看下边，哇，体育场考美术啊。哇家伙！哎，这个数字你在网上去查，我都不用讲，就说这个报考艺考的是这个录取率越来越低，对，报名人逐年升高。哎，对此那个作为那个考了4年才考上的汪海林先生有何看法？是这样，就是艺考呢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将来从事艺术工作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关于生活的一个想象，就生活和工作的想象，就是他要的那种生活，
不用上班，天天在家待着。如果做演员拍戏的话，全世界各地去，很自由的生活啊。当然他并不知道那后面有很多那么苦难的这个背后的故事，但是他就期待这种生活。他参加艺考其实是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孩子，他家长带着他来找我说我们孩子想考电影学院。王老师能帮忙能不能帮忙？我就问那孩子，我说你考电影学院，那你最喜欢看哪部电影？我不爱看电影。他不爱看电影，他要考电影学院。我知道了，他想做一个电影人，他要有电影人的生活。至于是不是干电影这个专业不重要。他要像电影人那样，旁边有美女，有这个什么。每天出去玩，美女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而且他觉得艺考呢，文化课要求不是特高，特别适合那个在学校教育当中不是很成功的孩子，然后又有梦想，又希望自由的生活他一定去选择艺考，这种人群肯定是越来越多。但是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我那天问了一个美院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讲这个学艺术很可怜呐，说是真正能到你比如说到这个剧团呢，你别学表演啊，现在统计说这几年大概只有10%的毕业生能真正进入到体制内的。他说，但是呢，也不叫失业，他管这个叫做大部分的人，他就叫做你说的这种，实际他们叫隐性就业，对，就是1半以上的艺考，最后就艺术院校的学生出来之后是自由职业混，就这么一种。但混他怎么活下去呢？也能活下去是吗？不是，你像那个耶鲁有一个统计，他们的收入比如说他的法学院，这个什么医学院，他的那个收入都是排在最前面的，排倒数第一的是就他那个音乐系，就是他的艺术系，他都是收入就毕业以后5到10年。一看都是最穷的，就是说就业率又低，其实也没什么工作，就是你真正的从就业的角度上讲，选择去参加艺考，实际上不是很明智。对。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做学术的还有艺术家，就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头部就是最厉害的那波人是名利双收，社会美誉度又高，但是他的这个下层就完全是断崖式的一个断裂，就是说你这大量的底层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跟其他的行业它是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你最好的挣的最多，你第二的挣的其次，它是其他的是结构比较合理，但是这3个行业，就是它头部聚集了90%的资源，大量的底层在这种断崖式的跌落当中一无所有，但是大家还向往着这个头部的生活。但是你说这个梦，它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可没那么多年轻人有这个梦。这个梦呢，就像你说他向往什么生活哈？我前几年呢还看过一个，就是挺悲惨的一个访谈。最后这节目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王宝强的梦是不是人99%是不可复制的？对，就我一想他就是那种从吐鲁番呢，他到那个从吐鲁番。要上大连的一个艺术学校，都考不上北京的。然后这个父母真感人，就父亲陪着他坐火车转汽车，最后6天6夜，你想从吐鲁番到大连，就脚都肿了，家里给他掏1年1万多的学费。上了之后，上完第1年，然后就是说老师给你们推荐去当演员，去那个到康熙王朝是陈道明演的吧？有康熙康熙什么的大帝什么之类的，就反正一电视剧。就是说到那儿去当那个群演去，有个机会，这还是老师给找的，1分钱没有，因为这跟那群众演员还不同，群众演员还有钱，他们这算实习。然后呢，这小哥们呢就还挺勤奋，就是每天呢因为有很多小太监的那个一句话，他把这个甲乙丙丁这太监的台词全背熟了，哪天老师一说，这个小太监需要搭一声的，谁说他背的最熟？好，他就来了这么一句，有这么一晃。可是我就说这个梦真的就是，他在这个电视热播电视剧上，这个小太监这一声渣，就这一下，他姐姐拉着他的妈妈
到这个邻村有电视的人家里，等着就看他这一下，哎，全家人这个兴奋，以致到最后他为什么觉得他对不起他妈呢？就是又要第二年好像又要交学费，交5000块钱，家里就又给他，但是那是他妈妈治病的钱啊。最后他妈妈就在去大连看望他的路上去世了。哎呦，所以他当时为了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啊，就说我要拍一部电影献给我的母亲。你还别说，他算成了，就因为他这个故事感动了人家，有些人愿意支持他，最后他就拍了一个我的母亲之类的一个作品。你说你通过他这个事儿，他其实很多孩子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干这一行的这块料。他很多孩子我接触比较多，考生什么的，有的时候找我，他负责梦想。由他父母去落实，就他负责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拍电影，下面上电影学院这些事儿你们去解决吧。他负责这个。其实呢，演员有好多人，他老跟王宝强比，他自己长得不行，他外部条件不行，他就跟王宝强比，或者跟那些长得不好看的演技派的女演员比，他觉得我至少比他长得好看，他都能当演员，是吧？他的情况呢，其实。在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那个表演系老师，我是见过，我们是上过表演课。我们那个老师，人家拉一孩子来见他，很漂亮女孩，他一眼就说，他那个膝盖这儿不直，呵啊，然后你说两句话，又说一句话，他说声带闭合不全。我们看这做演员没问题，他一看就是，他从专业角度，不是看你漂亮不漂亮。条件就没有。对，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是后来上的上海戏剧学院，但是他说中戏的厉害。他说为什么？中戏当时那个老师，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表演得很好，什么什么的。但老师说你的嗓音，其他有老师，他说他主考老师说他可能是感冒了吧？啊，复试的时候我们再听听。复试再一听，那个老师说，哎呀，可惜了你声带3/4处有结节。就他就是到专业到这个程度，果然他说，我回去医院一检查，就是声带3/4有结节。厉害，所以他这个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就是当个演员而且特别是这2年吧，纪委进驻在这个招生里边以后，纪委进驻以后呢，所有的这个考生没有考号。临时现抓一个号进去考，就特别表演他不能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就是刚才在这个考场外抓的号。老师呢，好像10个老师8个老师一起打分。我的好朋友赵年宇跟我说，立竿见影，考生这个招的这个素质就提高了。他说管还是有用的。纪委一来就不一样啊！对，以前呢，我听说是有些是艺考是这样的，院长是要求老师们把自己的人一个人可以交1个，把条子交上来，保他们过初试。复试以后就硬碰硬看专业了。这也是一个照顾老师的关系啊，就是过初试可以。所以说这个要不说纪委进驻有必要吗？我记得前几年就老说这个艺考的这个什么内幕啊，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前几年啊，爆出过那种新闻嘛，就是说就是考画画，就是那画画呢，他在这个被监考老师发现啊，他在这个羽绒服里藏着一个就是别人已经画好的，结果给翻出来了，结果说，但是翻出来你怎么知道要画这个？就最后就发现这个很有可能，他一定也有校内老师的参与，校外的还有那种校外的，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艺考培训呢是个大买卖啊，很贵的，这家挣多少钱呢？你看我身边都有朋友的孩子学这个，有这个1小时800块钱的，还有这个1天2、3千块钱的，哎呦，这是比如说考电影学院的，有的那个你知道从山东，他去年就来了。在北京租房子，然后就天天各种的这个培训就练，这样才考这个电影学院，1年30多万就出去了。那次我们中戏同学聚餐吃饭说，我听说了，有人说
考上中戏，给30万，包你上，如果没上，钱退你。我们说这买卖我也能干，有50%概率是吧？对，这万一上了呢？对，那上了是因为谁上的？那你不知道吗？反正上不了退你就。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啊，可能这个作弊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但是就是面对这种啊200人里边取1个这种概率，家辉，你说让这些真的有梦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有梦有罪吗？就我也想当演员的这个梦。难道你就劝我不要做这个梦吗？这梦我做了50年哈，基本上。哎，你做成了。家辉在电影里客串过好几条。还讲，还用我再讲一遍吗？被剪得一秒不剩的，还说没有梦没有罪啊。那重点是说，怎么样来让他有机会踏入这个梦的门槛嘛？我们刚才的语言是坦白讲中老年的语言，因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目标，然后有什么方法达成这个目标，也能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因为我们经历过失败成功哈。年轻人本来就不知道啊，是不是什么艺术学校全国多少所，是不是他们说了算？他说你美就美，说你不美就美，说你有整就整，没整就没整。对啊。那假如是这样，有几个老师定生死的话，可是一个健康的，我们还是说回来艺术产业，说扩大的娱乐文化产业的话，应该是多元的嘛。像在香港，你在不同的艺术学校出来也行，你在电视台有本身的训练班也行。刘青云、周润发古天乐有没有？是不是当邮差的？古天乐我们都知道哈，还曾经在江湖上面有闯荡过哈，好几个。他有电视台的训练，甚至好多人根本没有训练啊，就出来，是不是某几个艺术学校，甚至某几个门派汪老师汪系了几地，你一句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这样我听，那这样才不健康。像我刚听说什么每人可以给一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光是这一个已经不可思议，不能接受了嘛。怎么可能呢？汪老师，你觉得现在咱们就是说是选拔这种人才，或者说对待这些做着这个梦、做着艺梦的梦艺的这些孩子们，你觉得我们的这种上学的这种机制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大环境有一个挺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我们当时我是大概90年第一次艺考，我考上海戏剧学院，我就记得当时来考文学系的戏剧文学系的，住在那个地下旅馆里，考生们都住在那儿，都在谈文学，就是所有的考生，考的人其实现在看不算多的，大概200-300人，他招10几个人，所有人水平都很高，我当时感觉。都看了很多书，那么考到现在的情况呢，考文学系的基本上4大名著没有读过，然后什么就问为什么，说电影也没看过。考电影学院的真的，他说学校不让看电影，他高中嘛，没有时间看课外书，就变成考题，你知道吗？每年的这个难度就在下降。最后是要救活这些考生的水平，就出题。我有同学还在学校嘛，就是说，那没办法了，那就是出个文学常识就行了。以前上海戏剧学院考试是考生直接写一个戏剧小品，就考这个。那么你就一定是自己钻研喜欢，这就是一个门槛。你要不然戏剧的那个小品的结构，你的那个格式你都不知道。但现在呢，就是写篇散文你都会写吗？当年你为什么考不上，考4回还考？不是，我是这样的，我要命就要命在第一次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是呢，完了以后90年突然考完了以后说北京的学校呢就压缩招生，就把北京录取的考生呢转到上海来。上海这个班呢只能招15个人，比如说。他留下3个上海籍的，那么其他录取的这个上海戏剧学院录取的这个非上海籍的就不收了，我家里都买了箱子了，结果后来通知说我们说这很随意，高考就这样就考上就不算了就不算了，说你明年再来吧。
然后就明年，坏就坏在第一次，就是因为考得这么好，你就，所以决定第2年再考一次。第2年考的电影学院，我考的就是我专业课有一个影评，他是写一个影评，看一个电影，然后写3000字影评，一气儿，你1个下午就考这个。他写一个电影小品，一个影评，我分数都很高，我影评可能拿了第1，应该是。怪不得现在爱批评啊。对，后来呢，他很奇怪，他是专业课考完了以后就去邮电学院体检。我觉得我身体好，我们中学推荐我去当飞行员的嘛，我觉得没问题，我就体检完。什么地方有缺陷？对，我就嘁咔咔我就去了，去的路上就有人说，我们这个班有2个体检给刷下来了。我说是吗？谁呀？一看那上面坐着一个。冒着冷汗，坐在那儿，脸色煞白。谁呢？贾樟柯。哎，贾樟柯因为什么？他是个儿太矮。不是说，就是说他体检有一项就不行。我说，哎呀，你看他这脸色，他就是不大像能过的。肝不好，我就说，我说他这脸色就不行。然后旁边这老师过来说，万里还一个就是你。你是哪有毛病？他说我肝功能有问题。我说肝功能？他说我超了一点儿，你知道吗？哦，我说我吃了那个感冒药，吃了感冒药，后来我就马上就再去那个262医院，是一个部队医院再体检，人家说你没事儿，你把那个药停了就没事了。我说我感冒也好了，我就拿着这个医院的这个报告呢，再去找电影学院，电影学院说这个不算啊。我说这怎么就不算呢？不就差2天吗？我说要么你指定一个医院，我去查，随便去拿，我再回邮电医院也行啊。不行。这样，没事，年轻人，明年再考嘛。我就买张火车票就回家了。我不明白，肝有毛病跟当编剧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他们可能是怕你以后会有肝炎或者什么的啊。结果反正他传染了中国编剧界。转没。现在考完艺校或者说其他专业还要体检吗？电影学院还是去那个邮电学院体检。逻辑真的在哪里呢？因为假如用现在的城市啊，哈。就是说，你肝功能也好，或者说以前文涛讲过什么色盲，对啊，我考大学也是色弱啊。那应该是特地给你帮忙的。就是说，第一个根本不需要体检哈，那个没有关系，你有什么身体毛病、隐私私隐哈。第二个，假如知道确认你有什么毛病，是需要支持你、帮忙你的。等于说，你学校你证明你是过动儿哈，多动儿，即使有残疾也应该照顾嘛。对啊，那当然啊，特别要照顾啊，怎么会因为你他因为可能是他是有一个单子是传染性疾病，可能就他怕传染别的同学。那祸害了整个中国编剧界了。倒退30年，倒退30年。但是我们这个后来第3年了，对，第3年第3年这几个学校都不招生，只有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招生。我说这跳舞这个东西，他说舞蹈学院有一个史论系。我说这我可以去考，因为他们为什么考艺术院校？当年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文学青年们的数学都不好，数学可以不考。数学不算分儿，所以呢，后来我一看，舞蹈学院可以，就去考。后来说舞蹈学院这个虽然是史论系，但也得跳段舞。我说这咋办？后来他们说就这样，你如果不会跳的话，老师现跳一段，你现学。我说这忒难了，扭秧歌还行。对，就后来没考上嘛。后来到了93年，这才考到中戏嘛。是这样。那你说你考了这4回啊，你还非要进这个圈儿，你还非要考这个，那么你今天比如说又看到一些个，就是说，这个明显被刷下去的一些考生，他还是心怀这个梦想，你觉得你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是认真你也是这个，你有梦想是看你怎么做了。我是我们要考这个文艺常识。文艺常识，我把那个辞海的艺术分册和文学分册全背了，就你随便考吧。是这样的。然后写散文要在2个小时吧，当中写3000字的散文。我父亲是大学中文系老师，我每个星期2下午，他随便出一个题，
我就在那下午掐着点儿写3000字散文。这我是经过训练和刻苦的学习，我觉得。啊，就所以心里有这个底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梦想没问题，但是你要脚踏实地去干。对，他是心意的，唯一障碍我的不就是个肝吗？我觉得王老师说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在于说，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去参加艺考啊，他确实是因为，尤其是表演类的，他觉得这个是对天赋和努力要求最少的一个这个成功的方式。我原来一个朋友跟我讲，就是说他也是去参加艺考，前面一个女生说，这个考官问他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以少胜多的这个战争，他想了半天说，孙悟空大战天兵天将吧，就他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演员啊成功的，我们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偶然案例。比如说谁谁谁，我就陪他去考个试，结果成了大明星，然后就是跑了个龙套，结果成了大明星。你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所以我觉得很多去参加一些表演类的艺考，他就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偶然上。像你说的，刚很多案例哈，都说自己陪同学去选美报名呢，自己选上。当然，我后来发现10个有5个是乱说的了。对，那影门当初其实自己所谓的贪污虚荣去哈，他怕别人笑，所以都是说我跟朋友去报名，结果哈，那不管他，重点就是说，既然就是去考无所谓啊。我隐约有这个梦，因为我就喜欢掌声。还有刚汪老师讲，还有文涛也说，哎，什么你讲那个小孩哈，跑喊一声砸，全部的亲戚都看到，对不对？那个多么好啊！美国人也说啊，昨天在电视看到你，妈妈，我在电视了哈。一直以来都是觉得大家很好玩的东西。比方说，我这一次来北京啊，在飞机场，从香港等飞机，然后在贵宾室在吃面啊，狼狈赶时间嘛，吃面。突然那个收碗筷的服务员哈，一个女的，突然看到我。好高兴，他也喊不出我名字哈，几乎喊我徐子东哈，没喊你刘青云。那就说啊，我见过你啊，我在电视见过你啊，圆桌拍什么好？说明我们节目还行。对，我就接我不行，喊不出我名字。好，重点是说整个贵宾室的人好像有什么了不起，我在电视见到你这一句话一出来，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谁呀？然后照表情，根本认不得这样。对，那重点在于说那一句，真是那个 magic word 啊，就是说我在电视见到你哈。所以，假如是说，就像你刚说那个情况哈，哎，我有这个梦，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成本，我报个名去考，哎，可能真的可以啊，可能那个偶然性就出现了。我很差吗？对不起，跟我同届去报名的人更差，那我上了无所谓哈，我觉得无所谓。重点在于说。就是我们常说，有梦你就去追吧，追你要不要付出？还有追不到之后，你有什么方法坚持？像假如汪老师，别人没有你那么强大的意志，考到第3次已经跳楼了嘛？对，哎，你说这跳楼，这正是啊，就是你像汪老师肯定有感触啊。这个前一阵不是他这是治过肝炎。我也跳过楼。前一阵你知道吗？胡谦儿，胡谦儿的事儿，去年有个年轻人上吊自杀了。这个，然后呢，4个月之后，就是今年前一阵柏林电影节一个单元，他得了最佳电影奖，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奖项，特别关注的一个奖项，反正得了一个奖。那对于这个青年导演来说，有个奖就等于有了这个资格证了，对吧？但是呢，人已经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那个网文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说这就是个笑贫不笑娼的一个时代什么的，然后好像归咎于他是生活无着呀、穷啊。有的人呢，把它归咎于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片子吧，这个投资人就是说你太长了，4个小时，然后就说你要剪成2钟头。因为是我投资的，或者你好，他不肯剪，那投资人觉得你是不是头脑有点混乱的你，对吧？然后呢，就到最后就说，那我们也不要，就是说你要不你就拿350万，你拿350万，你把这买回去，我们也就填了这损失了。反正有人把这个东西给流传出来，当时你记得很大争议嘛？对，就说你觉得这个年轻人你怎么看？我觉得他是有梦想去。做什么都可以，我觉得年轻人这个是对的，没错。但是你没有权利要求必须成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电影呢，很多时候呢，它是一个商品，或者说它是很昂贵的写作，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所以这也是他必须要上的一堂课，就是这个写作需要你做什么样的配合。我认为他在某些问题上有他的偏执的地方，但艺术家都偏执。正常啊，也正常，就是所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我觉得在可能还是电影学院对他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对，他就是电影学院出来的，对，他导演系的，导演系很难考的啊，所以他考上电影学院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导演系非常非常难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学校应该是教育了，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就是对于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应该面临的挑战，可能对心理的准备还不够。对，我觉得我当时看到其实他这个事情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是有可以去探讨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很矛盾。外界来看，他是一个成功的而且有很大未来的，因为他的有很大未来的年轻人和艺术家，他的作品被得了奖，然后也出版了，还有那么多人没出版呢，还有他的这个作品被著名的导演看上，愿意监制，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当时看他在这个书里面写，我们要被伤害到什么时候？后来我就跟朋友讨论，我说他这个属于很典型的一个没有施暴者的受害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确实有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平，有一些公平你可以找到施暴者，就是说，就是他对我不好，就是他伤害了我，我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这个受害者。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案例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可以去指控的对象。就像汪老师说的，它是一个产业，电影是一个产业，导演是一个必须不断去妥协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你的个性其实没有办法说我这个略大于宇宙，我必须一切都由我掌控，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没有那么轻易去实现的。他们就讲啊，就是说你有这个剪片权，就说连好莱坞的很多大导演，你都没有这个权利的，就是说你决定这个电影有多长。就这个啊，我就记得，但是我又很能理解这个艺术家呀。你知道我记得是费里尼嘛，意大利的当年的大导演费里尼就说啊，说我的电影我都不去电影院看。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不去电影院看那个已经被剪成2小时的那个电影，这样我的脑子里边记得的永远是我完成的那个3个小时的电影，它没有被亵渎，没有被强暴啊。但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尤其我们文学青年来说，就当我们想象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大艺术家，我们都是以这个大艺术家做一个参照，就是大有才华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于大部分是小有才华的人，而且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小有才华的人来说是最残酷的，因为一方面这小有才华的人他脱离了庸众，他开始追求不同的东西，说我不要过平庸的生活，但另外一方面他的才华又支撑不了他的野心和他跟这个大艺术家之间的这个想象。但是但是似乎人们又觉得有的时候你这个才华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被埋没被误解了。比方说就有人拿获奖这个说事儿，说那你要说他这电影不好，他这电影这个4个小时太长，放的这个电影节上放的可就是这个版本呢。那为什么获得的评价甚至是有人说是什么大师级的还是什么什么的？那是不是说明当时也有人看走眼了呢？他这个作品我没看，但是我了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水平。他是一个科班的导演系本科，学了4年，在电影语汇上他一定是至少在亚洲是一流的。就是他们的电影学院导演系水平是的，是的，你放心，下回都见笑起来。他如果踏踏实实拍，他的电影语汇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故事不行，有可能故事不行，有可能表演不行，但是他电影语汇一定是很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影片你要说得到一定好的评价，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吧，就是即便真的就你的才华被误解了呀，这也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其实他可能更重要的还是他面对批评，他面对比如说导师的批评，投资方的批评，投资方的批评对于艺术家来说构不成杀伤力，他觉得你不懂嘛。
但是如果导师的批评或者什么，艺术家也是艺术家批评他这个心态可能不能够就是及时调整过来。其实我们做影视这个行业，其实包括做您像电视这些行业，面对批评是一个常态，是吧？这个包括我自己微博，每天有几个人骂我，然后还写黄色小说骂我。哎呦，你就这骂的，你得对，是把你写进里面成为男主角。对，反正很奇怪，他把我和其他人配对什么的，受害者然后写，对，反正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准备，这很正常，而且人家批评你的作品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这种心态如果不能够端正的话，可能入行就是一个对他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没有，可是公道的点说每个行业都有人受不了挫败、困难自杀了，不一定是艺术的时候，不一定是电影。富士康因为对啊都有嘛，大大小小，而且才华刚说什么大才华、小才华、大艺术、小艺术，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才华的。特别在这个圈子没有人，所以呢，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呢，也不能不依靠一些指标，比方说得奖，或者说票房，对不对？你有没有东西，有没有那个机会，让那个东西来证明你？当你有个东西票房好了，老板又下回好吧，给你5个钟头拍一部5个钟头，我票价宁可提高等等，你有说话的权利嘛？你要有那个机会，有指标嘛，有证明给你嘛。问题那个机会指标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要等时间出现，他等不及，他的各种的性格，各种的自己的选择他就这样死掉。因为假如这样死掉的话，王家卫死了100遍，对不对？都是人家叫他拍2个钟头，他拍了5个钟头。许鞍华那个片也拍了10个钟头的底片，所以才把我剪掉啊。我现在这样说，他不是挤结膜，我先说，他要剪到8个钟头，那难免好朋友嘛，好欺负嘛。但是可能方总你是在清华吧？对，还是什么的，你可能旁边也会有这样的同学。我观察我们艺术院校也有这样的，就是他考上中戏或者电影学院这一天，是他人生的巅峰。对，从此以后他再走下坡路。对，这个观察很有意思啊。对，他后面就再也没有那样的辉煌了。这种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常态，在每个班里。对。像清华肯定是这样。清华好多就是说，今日这个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我还以母校为荣，后天我还以母校为荣，这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很多这种，他也承受不了这种落差，而且他会比较嘛。他说，都是同一个班出来的，你看看人家，就尤其是我觉得电影行业其实更残酷，就是像清华的可能是收入高一点的工程师和收入少一点的工程师，但是。电影行业可能就是大明星和跑龙套的，我是有一年太大了。对，暑假去电影学院，他们那个毕业季，就是大家都在走的时候，有人在墙上写了一行字，我觉得挺好，叫新生们，你们不要被电影学院带坏，你们要带坏电影学院。这怎么解释呢？我觉得挺好，是一个我来改变你。就是我大于你这个学校，其实人生要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啊，这真的是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其实，能有说实话，章子怡能有几个呀？但是你说问题是，也是同班同学。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儿，还很多情况下，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他们就不来了。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对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是我有一次去探班，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我就觉得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你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嘛？对，小演员。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B、C 三个替什么背后的替身、远景的替身，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啊，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更明显的是化妆间，你看我刚来，你看文涛老师就很好，说王老师你先，我换，那
红的就是它有单独的化妆。对不起，我们这就一屋，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对，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好莱坞什么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一辆化妆车里面保姆啊、助理啊什么都有。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哈，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化妆间什么，从那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什么投资？为什么投资呢？除了保护你，让你专心培养情绪，弄得美美的、得体的出场，还有什么呢？更好玩的，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那你好好干，你要听我话啊！我排什么戏，去什么记者会。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回不了头，你不能放开啊，不能放开。这同样在很多行业，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香港有一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哈，那家老板告诉我说，当他在那边看到哪个厨师或者说哪个服务生啊是可以栽培的，看起来你礼貌周周，香港话就好醒目啊，很醒目啊，一看眉精眼气的，看到谁招呼哪个客人呢？他做一件什么事啊？他买一双最漂亮、最贵的皮鞋，皮鞋送给那个服务生，给他，哎，你穿这个吧，站得舒服什么？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他享受过好的东西，他回不去了，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或者说不敢，那服务不好。不然你把他炒掉了，他没有这种享受了。所以那个经纪人说，我要给他这个虚荣啊，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可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不贪污不虚荣，请你走。你没有上进心，你不会往上爬。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还是太难了。你看啊，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嘛。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那玩意儿至少你得吃得好，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家境得好。这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这在穷文富武。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啊，就现在很多想当艺术家，或者想当明星，这条路啊，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旧社会啊，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三教九流，就这偏，这都不是正门，偏行叫 low 偏行。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我觉得它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就应该得到升迁，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这个演员这事儿，您付出多大努力，您付出多少才华。甚至老实讲，你像那个，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啊，那天我有一个朋友，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儿，他就说问他，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了，现在只有你有1分才华，都给卖到10分，吹到10分，对吧？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他说，你说你有点才能，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这个净尽了，说是你，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你就研究这个明星，你就发现，哎呦太偶然了，要叫我说，就腾他这是这么就红了，你这他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但是演员里边很有意思，有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嘛，监制和导演呢最爱骂的是那个找演员的副导演。以前做的就说你这找的不行，你这什么都不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然后呢，有一次呢叫他找演员，说的不行，不好看。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说：“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我说：“那怎么弄？您要是加，我把那谁谁谁叫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谁谁谁是谁。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第二天来了，女演员漂亮多了，就加了1500。哎呦，真的，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这都很明显，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哎，真是太残酷了。哎呦，你知道，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因为那个我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个我是20年前，当时拍一个还什么老豆酒吧呀，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然后要找一个窦文涛的女朋友，我当时恰恰发现副导演说，哎，窦老师，他让我挑，对吧？哎，窦老师你来到一间屋，我看他就一个黑板。
上边全是贴的小照片，哇家伙，得有上百个，下边都是手机号码，哗哗哗哗哗哗，你选谁，马上就叫来。哎，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我有小孩，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就比如说别的行业，就说吃苦，我可以吃苦啊，可以熬夜呀，扛大包，然后就是努力，这些都可以。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屈辱感，对我你被挑剔说，哎，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你膝盖长歪了，就这东西有我有同学屈辱在哪里了？就像其他工作也会被批评。去试镜就说你腮帮子太大了。人说你呢？不是，我有个同学啊，对，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对不起，这爹妈给的，你要用就用，不用算了，觉得受伤害，就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太多了。还有些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些他在演着，拍你，还差最后一条了，这时候主演来了，主演的合约是到场就拍。他1分钟也不能等，对，他不能等你，于是你差最后一条，你已经拍1天了，你可以收工回去了，你得停，换光换机位拍他，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他就得想我是不是要求他，让我把这一条拍完，就屈辱啊，是吧？对，那他就得去求，人家说可以，你先拍吧。哎呦，这。我是谢他还是不谢他？没有，这是从市场营运来说，就是那个叫价能力嘛。是的，是的，当然它是正常的。从市场角度上，这些从行业行规讲都是正常。这是，但是呢，你从人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不舒服的，你们说屈辱的情况，不现在这个演艺圈哈。在其他企业什么都我有一次特别震撼，也是我去一个就是去探班嘛，然后那个导演就骂那个女演员说你长得太脏了。他说脏不是说就是没洗干净的脏，就说她有风尘味。我觉得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18、19岁的小姑娘，我就觉得你做其他的行业，说你活干得不好，说你这个不够麻利什么的，就这些指控，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说你长太脏。重点在这怎么办？这还是很屈辱的。我举个例子，怎么办哈？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那然后骂回去，你才脏了，不是？人家转身走了，因为他知道我忍住这个屈辱，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我可能演完这个戏，我光荣，我进军国际影展，剪个彩1000万等等。这是选择付出，因为类似的那个 humiliation 哈，发生在不同领域。比方说你在出版界哈，我也见太多了，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子过来不好，那采访主任说什么？文盲是吧？你文盲啊？你手残的，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什么什么？哎，那个小记者说，那你去写吧，我不干了，回去。因为很简单。我在这里被你骂，我拿的是月薪12000港币，我出去工作可能可以其他工作找个9000，每个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有弹性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回到你刚说什么有没有受害者，有没有迫害者，往往是说你自己选的，其实你不能只怪说，哎，这个很差，他骂我。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这种事情永远有2个错误。第一个，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第二个，你不应该选择接受这种羞辱。你不要选择完之后就说这个人很差，这个那个，你选的嘛，方舟。这也算是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真的。你说我有时候想，你记得陆游啊有一个词啊，就是零落成泥啊，碾作尘。好多明星的命运，你看，包括民国的时候。零落成泥碾作尘呐，被人踩在脚底下，你有过那样的时候，你才唯有香如故啊。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跟刚红的演员合作。为什么？他反弹得很厉害。他原来被踩成泥过，所以他现在刚红了起来以后，很难伺候。他得狂成什么样？对，他过2年，他习惯了就好了，火气就退尽了。对。他就唯有香如故了。